骑士风云录第一部，分离与再会。第一集，分离与再会。第一章，大战役。传说中的阿伦西亚大陆上，人类为了共同抵御兽人族而约定的卡迪亚盟约被破坏了。卡奥斯和索菲亚两国的人民同时厌倦了和平的生活，在双方共同的愿望下，大陆上又一个战争年代开始了。寂静荒凉的卡德莱特平原上，一群野山羊正在悠闲地吃草。早春的积雪尚未完全融化，远处作为卡奥斯帝国与索菲亚王国之间天然分界线的格雷尔山脉顶峰上仍闪烁着晶莹的血光。长达数千里的大平原虽然是属于索菲亚王国的领土，但由于这里自古以来缺少人烟，统辖不易，所以王国军在这里从不设防，而将之作为索菲亚与卡奥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以前这里总是有大批的商人和旅行者来往不绝，然而近年来由于两国交恶，往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偶尔也会有一些猎人和大胆的行商经过此地，但是随着许多盗贼团伙出入此间，这里就再也无人敢通过了，于是大平原又重新成为了动物的天堂。但是此时持续不断的马蹄声却打碎了这持久的宁静。一小队斥候骑兵迅速地跑了过去，接着索菲亚王国的主力军团就出现在久已荒芜的驰道上，骑兵分别居于左翼和右翼，中间则由重铠步兵组成了本队，最后是由轻步兵所保护的辎重队。尽管首相克劳德一直在抱怨时间太紧，准备不足，他还是尽力筹备了此次出征所需的军饷辎重。除了阿鲁巴的王城禁卫军有一半用于守城，另一半用于运输物资以外，索菲亚王国的几乎全部直辖军队都被集中于此，但置身于这无穷无尽的长天碧草之间，却使人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战败，战败，还是战败。几天来，从前方传来的全是不好的消息。帝国已接连攻占了好几座边境城市，帝国出动的兵力并不算多，但全部是最强的部队，青龙骑士团、赤龙重装兵团以及帝国皇帝亲自率领的双头龙皇骑士团。一路上势如破竹，出入若无人之境。而且又有传言说，帝国的海上劲旅冰龙海骑士团已经出发，准备攻取索菲亚王国最重要的海港与贸易都市新科夫诺城。这一切都促使诺兰德夫王下定了与帝国军决一死战，尽快结束战争的决心。因此当半个月前他们得到帝国军将从卡德莱特平原通过的消息时，诺兰德夫王立即下令全军出发，计划在卡德莱特平原截住敌军，进行一次总决战。然而一向以勇猛无畏著称的帝国军此次却一反常态，他们似乎有意要避开索菲亚王国军的锋锐。连续数天时间，索菲亚军不得不在看不到头的草丛中搜索，全军都陷入了一种焦躁不安的气氛中。就算有一两次传来发现敌踪的消息，也往往是虚惊一场，感觉就像被大草原吞掉了似的。长剑官裴内德低声地嘟哝着，他的背上就背着那口闻名全大陆的圣剑兰克贝尔特。长剑官一直是索菲亚专为圣剑兰克贝尔特设置的官职，有很高的荣耀，却没有实权，用来安置那些有极大军功却又毫无谋略的鲁莽之夫。裴内德可以说是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选了。就在他身旁的杰克弗利特听到了这句话，微微笑了笑，正想说话时，从前方跑来一名斥候队长，匆忙报告说：大人，卡奥斯的军队出现了。就像变魔术般，原本为长纵列队形的索菲亚军团迅速地散开了。当他们重新组合成队形时，已经成为了三角形的封建阵，重甲骑兵构成了最前方的突击集团，重步兵与贵族的骑士团组成中军，弓箭手和轻步兵被置于两侧以保护左右两翼，轻骑兵在阵型四周游击。平原作战，封建阵是最适宜的战术了。索菲亚军虽然缺乏实战经验，却并不乏训练，在杰克弗利特强有力的指挥下，迅速布成了作战集团。由诺兰德夫王亲自率领的索菲亚皇家骑士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黄金甲骑士团居于正中，金黄色的铠甲在夕阳下闪烁着灿烂的光芒。利奥特大公爵所率领的索菲亚主力王军担任了前锋，而杰克弗利特的王室禁卫军团则担当起了后卫之职。但此时杰克弗利特与利奥特本人却留在了诺兰德夫王身边，以便商讨应敌之策。出现的仅是赤龙重装兵团一支部队。斥候兵的报告令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只有一支部队吗？诺兰德夫王看着他的部下，你们怎么看？
似乎是诱敌之计啊。杰克弗利特回答道：“我们还应谨慎小心为上，先建起营帐，密布栅栏陷阱，以防敌军突袭。”他的话音未落，旁边就有人高声的嘲笑起来：“这可不像是王国第一勇士所说的话呀！”但诺兰德夫王立即做了个手势，迫使长剑官裴奈德闭上了嘴。天很快就要黑了，陛下，而我们还不了解敌军的情况。杰克弗利特继续进谏：“不错，很有见地，看来你比出使中金国以前成熟了许多。”诺兰德夫王表扬了年轻的将军，随即转向了他的挚友利奥特大公爵：“你怎么看，我的朋友？”利奥特大公爵沉吟了片刻，说道：“敌人即使是诱敌，最终还是要凭实力与我军决战。我们出来的目的即是寻找敌军主力，并与之一战。如果这一次放走了卡尔达克，以后还得费心力去寻找他们，不如就在这里收拾了他，也好把青龙骑士与帝国皇帝逼出来。”诺兰德夫王看了看四周，所有的人都点头表示同意。好吧，那么谁去对付他？杰克弗利特走上一步，却被利奥特大公爵一把拉住了。此次帝国出战的三大军团，双头龙骑士团由陛下用圣剑兰特贝尔克收拾，青龙骑士雷昂是你的宿命之敌，红武士卡尔达克还是交给我来对付吧。面对着这位无论是年龄还是武勋都远超过自己的老将，杰克弗利特只得退让了。片刻之后，利奥特公爵的部队就同赤龙重装兵团杀作了一团，一群群的索菲亚骑兵像海浪冲击岩石一般扑向身着纯钢制重铠的帝国军士兵，但随即也像浪花一样四散开来。对于全身上下都包裹着重铠的重装枪兵来说，普通的攻击是构不成伤害的。那些重铠枪兵们将手中的长柄斧枪牢牢地筑在地上，组成了一道死亡的犁栅，每一击必有一名索菲亚骑士从马上栽下来。枪兵在训练和装备上本就是为了克制骑兵而设，他们所用的刺马枪长度足足有30尺，是人体长度的6倍。鼓噪冲上的骑兵还没能接触到枪兵的身体，就已经连人带马被长枪刺了个对穿。即使有少数幸运者冲进了这30尺的范围内，也由于骑在马背上行动不灵活而被第二排的枪兵刺死。而且手持斧枪的重铠枪兵除了可以直接刺对方的骑士外，还可以用战斧斩对手的马腿，这一招使无数的索菲亚骑兵栽下马来，结果被乱枪戳死。赤龙军团布成了数道一字形防线，在防线的最前沿站着一个彪形大汉，身上的盔甲漆成了火红色，头盔已被他扔到了地上，露出了光溜溜的脑袋。他的个头高大的令人难以置信，就连骑在马上的索菲亚骑兵在他的面前也要矮上一个头。随着他手中长柄战斧的挥动，在他面前的索菲亚军就像被雷势一样倒下来，有些甚至连人带马分成2片。他就是赤龙军团的军团长，卡奥斯帝国的第一大力士，素有猛将之称的红武士卡尔达克。看到索菲亚军的攻势被遏制住了，红武士卡尔达克举起了手中的战斧，全军前进。随着他的号令声，赤龙军团开始向前移动，人和马的尸体，甚至有些未死的士兵也被他们冷酷无情地踩在脚下，骨骼发出了碎裂的声响，鲜血喷溅出来，将原本就穿着红色铠甲的卡奥斯重装枪兵染得更加鲜艳夺目。以卡尔达克为中心，原本一字形的战阵逐渐向中央靠拢，形成了密集的切形，像利刃般直接插入索菲亚军的腹地，而红武士卡尔达克就站在队形的最前沿，作为这利刃的锋锐。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利奥特并未惊慌，看到骑兵的进攻未能奏效，他立即改变了策略。在他的指挥下，索菲亚军的骑兵阵型向两侧分开，骑兵撤下，步兵换上。行动灵活的步兵一旦侵入到重铠枪兵的身边，那些枪兵就没有办法对付了，只能依靠厚厚的铠甲防御。而利奥特本人则毫不犹豫地迎上了卡尔达克，赤龙重装兵团的攻势总算被遏制住了。但是卡尔达克从一开始就布下了一个纵深阵型，看到敌军的攻势猛烈，卡尔达克又恢复了防御态势。尽管利奥特公爵竭尽全力，也无法突破赤龙重装兵团的纵深防御，两军陷入了艰苦的缠斗中。想不到卡尔达克的实力这么强大，竟使得利奥特大公爵陷入了苦战。后方不远处观战的索菲亚王诺兰德夫低声对身边的杰克弗利特说道。杰克弗利特立刻走上前一步，说道：“陛下，请允许微臣前去助利奥特大公爵一臂之力。”
诺兰德夫王摇了摇手，用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道：“杰克，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随时听候您的吩咐，陛下。”“我要你向我保证，杰克，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要保护好阿斯尔王子。”“您说些什么，陛下？我们很快就能凯旋而归了呀。”“不必多说，杰克，向我保证。”“是的，陛下，我以我的剑起誓，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必将保护阿斯尔王子的安全。”“可是，您为什么？”诺兰德夫王脸上显出了一丝苦笑。“我也不知道，杰克，我一生中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是恐惧还是预感呢？亦或是即将取得胜利时的兴奋？杰克，利奥特是我的老友，也是我的老臣，无论是作为主君还是朋友，都应该是由我去援救他。陛下，您身为一国之主，岂能轻易出战？再说对付区区一个赤龙重装兵团，也不必动用到皇家骑士团吧？还是由微臣出战，若不能取得卡尔达克的头颅，微臣愿受军法制裁。”诺兰德夫王大笑道：“很好，杰克，你总算又恢复了以往的豪气。自从出使中金国之后，你就变得谨小慎微且多愁善感了。现在，我终于又看到以前的黑杰克了。现在的杰克·弗里特已经不再是一个只凭武力取胜的将官了，就由你担任我军的预备队吧。”“可是陛下您……”“听着，杰克，预备队的重要性你是清楚的。指挥官不仅要勇猛，更要有审时度势的能力。作为最后的生力军，投入预备队的时机一定要掌握好。我出战以后，你就是战场上的最高指挥官，可以说我军的胜利希望就由你来取得了。你应了解你所担当的责任。”杰克·弗利特终于低下了头：“是的，陛下，微臣谨遵谕令。”诺兰德夫王微笑地看着眼前的年轻勇士，黑色的头盔，黑色的铠甲，黑色的军靴，甚至连盾牌和披风都是黑色的，当然还有黑色的战马。这使诺兰德夫王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候的悍勇和霸气。他转身上马，随着一道刺目的光芒闪出，在索菲亚军的齐声欢呼中，圣剑兰特贝尔克终于出鞘。“来吧，利奥特，我们又并肩作战了。”马蹄声若雷鸣般响起，全身披着黄金铠甲的索菲亚皇家骑士团如金色的洪流一般涌向战场。皇家骑士团的数量编制要比普通军团多3倍。这支赫赫有名的黄金甲骑士团从装备到人员的训练都是索菲亚全军中最优秀的。身披黄金重铠的皇家骑士，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均是索菲亚全军，甚至整个大陆所有军团中最强的。他们挥剑前进时，光是隆隆的马蹄声和阳光照在甲胄上的重量感就足以令人两腿发软了。更可怕的是，诺兰德夫王本人手持的圣剑兰特贝尔克，正像民歌中所唱的那样，圣剑兰特贝尔克是太阳光辉所铸成的，无论金属或石头都阻挡不了它的光芒。赤龙重装兵团士兵身披的钢制重铠丝毫也不能对圣剑构成阻碍，身披重铠的枪步兵在诺兰德夫王的举剑劈斩之下，就往往被连盔甲带血肉一起削为2段。这股金黄色的杀戮之流从利奥特大公爵的侧面绕过，一举冲垮了赤龙重装兵团的左翼防线。纵然有一些士兵拼死的将矛枪注入地上组成枪篱笆，但只要诺兰德夫王的圣剑兰特贝尔克一挥，枪杆就像稻草杆那样折断了。1步、2步、10步、20步，赤龙重装兵团的防线在一点一点地往后挪动。士兵们濒死的惨叫声使得一向无畏的红武士卡尔达克此时也显出了狼狈的模样。终于，他发出了后退的信号，赤龙军团向后溃退了。索菲亚军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声，对溃逃的敌军发起了进攻。利奥特公爵，你立即率领你的骑兵团绕到那座山丘后去，截住他们。这一次，我要让赤龙重装兵团从大陆军团中除名。诺兰德夫王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女神的微笑，他大声地下达了命令。在他看来，这一战已经胜了，但他还想追求完美的胜利，不放过敌军一人。遵令，陛下。利奥特公爵立即率军呈弧线向赤龙重装兵团的后路截杀过去，绕过了一片小山丘后消失了。诺兰德夫王则自同索菲亚皇家骑士团长驱直入，一路追杀掉队的帝国军士兵。天色逐渐暗淡下来，后方的杰克·弗利特眼看着索菲亚军不停地向前追杀，也逐步催动他的王室禁卫军团向前移动，但他的眉头却皱紧了。他转向他的副官，一个有着东方人面貌的男子，有点不对劲啊，
赤龙枪兵团不可能单独出战。梅雨，你立即赶上去劝陛下停止追击，以免中了敌人的诡计。好的，大人。然而，尚未等梅雨催动坐骑，却发现前方的部队突然停了下来。怎么一回事？杰克弗利特正要派人去查看，后方的辎重队突然大乱起来，尘土飞扬中，一名满身是血的斥候兵跑了过来，张大了嘴，却说不出话。后面到底怎么了？回答杰克弗利特问话的是随后赶到的一名斥候，是米兰的步兵，他们袭击了辎重队。米兰是位于阿伦西亚大陆东北侧，索菲亚王国与卡奥斯帝国之间的一个城邦，以制造精美的陶器和玻璃器皿而闻名。由于同时与两国交界，且濒临大海，因此它的商业亦极为发达。米兰的商人以精明强干而著称，他们曾骄傲地宣称，只要是有人的足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米兰商人的影子。大陆上也往往把那些十分精明狡猾的人称之为米兰人。米兰的城邦主并非世袭，而是由全城居民选举产生，往往都是些最狡猾能干的富商，拥有极为高明的政治手腕，因此才能在两大强国的夹缝中保持中立近200年。然而这一次，在卡奥斯帝国军的强大压力下，一向最擅长于见风使舵的米兰公国终于倒向了卡奥斯一边。看来米兰公爵阿尔伯特大公是把宝压在帝国的身上了。想到这些，杰克弗利特不由得苦笑起来。米兰人对我们这么没有信心，难道说他们肯定我们会失败吗？他低声自言自语。不过想归想，辎重队还是要救的，若辎重被毁，索菲亚人即使不战死也会饿死。因此杰克弗利特立即率领他的王室禁卫军团援救辎重队去了。而在前方的战场上，索菲亚王诺兰德夫正经历着他前所未有的震惊。在转过了一片山丘之后，他并未能够像预想中那样与利奥特大公爵会合，而是看到赤龙重装兵团又摆出了整齐的阵型，军容之齐整绝不像是一支刚刚被打败的部队。在赤龙重装兵团的旁边，另有一支更为整齐雄壮的部队，步骑兵兼有，飘扬的军旗并非卡奥斯的旗号，而是在天蓝色的底子上绘着一朵娇艳的金色蔷薇花。但索菲亚军的目光都落在了站在阵前的一条大汉身上，他的个头与红武士卡尔达克不相上下，全身的盔甲也是火一般的红，头上戴着一顶狮子头盔。最让人诧异的是，他右手的兵器既非剑也非斧，而是一只巨大无比的铁手臂，整只右手套在铁手臂中。这支部队的突然出现使得索菲亚军产生了一片骚动。是金蔷薇佣兵团吗？不是说他们去山岳之国特里科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是全大陆排名第1的雇佣兵团哦。听说他们的团长是个绝顶的美人，怎么会是个这么难看的巨汉？金蔷薇骑士珍妮特夏洛蒂确实是个金发美人。这个套铁手臂的家伙名叫巴夏尔，外号红狮子，原本是红狮子佣兵团团长。听说他迷上了珍妮特夏洛蒂的美色，自愿加入金蔷薇佣兵团，成为珍妮特夏洛蒂的副官，还把红狮子佣兵团也带了进去，所以金蔷薇佣兵团的实力才成为大陆第1。他的兵器就是那条铁手臂，铁手张开时可硬抓敌人的武器，也可以像利斧般劈砍，握成拳时可狠砸硬躲，甚至可充当冲城锤冲击城门、离栅之类的硬体设施。巨大的铁臂膀还可充当盾牌，是一件攻防兼备、威力无比的武器。不过也只有像红狮子巴夏尔这样的巨汉才能够使用。有些熟悉情况的士兵们述说着敌军的强大，这更增添了士兵的惊慌情绪。士兵们的窃窃私语明显影响了军心，但诺兰德夫王则更为吃惊。金蔷薇佣兵团的突然出现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而且金蔷薇佣兵团显然没有投入全部兵力，团长夏洛蒂也未出现，他不得不指令部队停止前进，以思索对策。奇怪的是，帝国军也并不急于进攻，似乎有所等待。从左侧的山谷中传来了一阵阵啸叫声，大概是利奥特大公爵的部队吧。这想法让诺兰德夫王松了一口气，但他立即发现情况不对，利奥特大公爵的部队不可能这么凌乱。从山谷中涌出了一群群的步兵，他们的武器都很原始，是几乎没有经过加工的石斧和矛枪，上半身赤裸着，嘴里叫喊着谁也听不懂的语言，朝索菲亚军扑了过来。是北方的蛮族。惊恐的士兵们这样叫喊着。这些蛮族人是在以前受人族地界上生活的人种，后被帝国征服。他们的文明极为原始，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
但他们拥有与兽人族相近的强健体魄，与兽人们互相攻战都毫不吃亏，而且聚族而居，数量极多，靠抢掠为生，就连帝国军也不敢随意进入他们的地界，不知为何却会出现在这里。随着一连串的啸叫声，他们向两边分开，中间现出了一群骑马的蛮族人，似乎是领导人物。他们的马脖子上、手中以及枪矛上都挂着、提着、挑着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另有一颗被挂在旗杆上，仍然戴着金盔，隐约可见花白的胡须和怒睁的双眼，是利奥特大公爵的头颅。索菲亚军中爆发出了狂潮般的叫喊，恐惧已完全被愤怒所替代。诺兰德夫王不再考虑什么，高高举起圣剑兰克贝尔特，下达了攻击令。索菲亚全军朝蛮族人扑了过去。顷刻间，蛮族人的队形就被冲垮了。前排的步兵不是被乱箭砍死，就是被踏作了肉泥。但这些野蛮人的数量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源源不断地从山谷中涌出，而帝国的军队，包括精蔷薇佣兵团，却都毫无反应，静静地看着蛮族军队被不停地砍杀。诺兰德夫王本能地感到不大妥当，但他此时也无法可施，只得拼命砍杀，希望能尽快解决眼前的敌人。但面对这几乎无穷无尽的野蛮人群，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此时，从索菲亚军的右侧又传来了隆隆的马蹄声，声势之浩大，连大地都在微微颤抖。视线尽头出现了一片遮天蔽日的长枪林，一支给人以地狱般感觉的骑兵队从飞扬的尘土中显现出来，人和马都披着黑色的钢甲胄，就连脸孔也完全被护甲遮住，手中持着的钢制骑兵枪也是黑色。这支队伍完全没有旗帜，但整个阿伦西亚大陆上无人不知他的威名。铁甲骑士团，斯泰恩堡克。诺兰德夫王几乎是呻吟着念出了这个名字，他喃喃自语：“抱歉，克劳德主教，我应该听你的意见。”但此时后悔已无济于事了。迟于铁甲骑士团最前方的卡奥斯帝国军铁甲骑士团军团长斯泰恩堡克竖起了手中的两柄钢矛枪，高声呼喝着纵马前进。他身后的铁甲骑士们发出同样惊天动地的吼声，将手中的矛枪端平，开始了他们无坚不摧的冲锋。而在正面一直没有动静的赤龙重装兵团和精蔷薇佣兵团也同时发动了他们的攻势。索菲亚军已陷于三面包围之中，极度混乱中，从他们的后方又传来了快速密集的马蹄声。他们绕到我们的后面了吗？我们被四面包围了。是谁的部队？诺兰德夫王显得惊慌失措了，但这一次他总算放松了一下。从后面赶上来的是杰克弗利特，他刚刚打垮了米兰的步兵团，就连忙赶来抵挡铁甲骑士团的攻势。但索菲亚军在军力上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无论是在数量上或是在质量上。在距离战场约1里的一座小山丘上，帝国皇帝法兰、青龙骑士雷昂、帝国宰相夫利斯等帝国重臣站在一起观察战局。山脚下，卡奥斯帝国的另2支劲旅青龙骑士团和双头龙骑士团排成整齐的队形，随时准备出击。天已经完全黑了，但皎洁的月光仍将大地完全照亮。尽管这里距离战场有1里之遥，仍可感觉到从那儿传来的叫喊声和血腥气。虽然所有的人都看到索菲亚王军已被完全包围，但卡奥斯皇帝法兰的脸上并无高兴的神色。圣剑兰克贝尔特的威力太大呀！帝国宰相夫利斯轻轻地叹着气说道。情况也确实如此，从山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黑色的铁甲骑士团包围中有一道闪电般明亮的光芒在闪耀。诺兰德夫王所到之处，无人感觉其风，无论是斯泰恩堡克、卡尔达克还是巴夏尔都不敢。不惧死活往上冲的，只有那些头脑简单、从未听说过圣剑兰克贝尔特威力的蛮族人。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徒劳地阻挡着诺兰德夫王的行动，以至于在诺兰德夫王的四周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血雾。陛下，这样下去我军的伤亡太大，是否可让微臣前去阻止诺兰德夫的行动？青龙骑士雷昂终于忍不住上前请命。那些野蛮人是称不上我军的，当初费尽心机让他们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去钝化圣剑兰克贝尔特的锋锐，否则现在血流成河的就是我们的直属部队了。让他们多伤亡一点，对以后我们的统治也有益处。宰相夫利斯低声地劝说雷昂放弃过早出击的念头。夫利斯大人也知道这种策略见不得人，所以才不敢高声说话吧。雷昂的话中明显带着怒意。蛮族人既然与我们并肩作战，就是我们的盟军，故意让盟军去送死，
这就是黑龙圣修士团团长的高明谋略吗？虽然平时的雷昂显得宽宏大度，可是一旦被激怒后，他的词风就和他的剑锋一样锋利，就连老谋深算的夫利斯也在他年轻人的锐气前红了脸。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卡奥斯皇帝法兰回过头来，听着雷昂，夫利斯卿的谋略是完全正确的。虽然这也许伤了你作为帝国第一勇士的自尊心，但帝国士兵的生命更重要。虽然黑龙圣修士团此次未能集结出战，但夫利斯卿的谋略足可以抵得上一个军团。你今后要多听一听他的意见。是的，陛下。这一次轮到雷昂的脸红了，请原谅微臣的失礼。片刻之后，一队传令兵带来了米兰军团被击溃的消息，但宰相夫利斯一点都不惊慌。原本就没指望米兰的军队能取得胜利，之所以强要他们出战，只是为了让他们与索菲亚的关系完全断绝罢了。我军已必胜无疑，您尽可放心，陛下。皇帝法兰点了点头，随即又道：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完全击败一个军团，黑杰克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他的话立即激起了强烈的反应，雷昂几乎是跳到了法兰皇帝的面前，单膝跪倒：陛下，请允许微臣出战，会一会那个杰克弗利特。皇帝法兰的激将法取得了成功，他大笑着扶起雷昂，解下腰间佩戴的魔剑萨恩巴特递给他：雷昂卿，朕要借爱卿的手摘取胜利的果实，朕要爱卿立即出战，不过不是去对付黑杰克，他一人之力改变不了大局，朕要爱卿做的是为朕夺取圣剑兰克贝尔特。遵令，陛下。当雷昂接过法兰皇帝手中的魔剑萨恩巴特时，他的手不禁颤抖起来。这口魔剑萨恩巴特的剑柄上竟有一排倒钩，握住它时倒钩就刺入持剑人的手掌，但并没有鲜血流出，相反，从剑柄上有一股热流的感觉注入手掌。片刻之后，雷昂的全身上下都涌现出一股强烈的杀气，就连他自己也为这杀气感到恐惧。法兰皇帝注意到了这变化，微笑着说：不必紧张，雷昂卿，现在卿每杀一人，死者的生灵之气就会通过剑柄流入卿的体内，增加卿的力量。魔剑萨恩巴特将诱使他的主人不断杀人，这就是他的可怕之处。任何手持魔剑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诱惑，如果持剑的主人不能抑制住这种诱惑，就会为他控制，但若是主人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杀戮欲望，他就可成为主人手中最犀利的武器。卿要好自为之，以卿的实力，定可控制住这口魔剑。雷昂不再多说，深施一礼，走下山坡，纵身上马，举起长剑，高声呼喝：有我无敌！雷昂纵声长啸，这是法雷尔家族世代相传的家族精神，更是青龙骑士团令人闻风丧胆的冲锋号。身为青龙骑士团的一员，若是听到这声呼喝，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只有前进一途。